霉变质。日本的鲜人美食其实就是超高龄还得工作挣钱，食品质量惨不忍睹，只能靠吹嘘支撑。今天我们来到日本爱知县长华市的一家人气寿司店，继续寻找舌尖上的 Koso。这家店由2位80岁的老爷爷和85岁的老奶奶共同经营。每天凌晨4点，冈本老爷子和老奶奶就会来到店里，一是人老了觉变得少，二是每天的生活成本也压得两夫妻喘不过气，不得不早早的到店里开始工作。一到店里，老爷爷就在脏乱差的厨房中开始一天的工作。只见他先把用了40年已经长满黑菌斑和布满水渍的寿司盒拿出来，然后在上面放上革纸，随后在满是霉菌的箱子中取出一团大米饭，用手团了又团之后均匀的摆在木盒中，之后在案板上把香菇切成片，再把隔夜的鸡蛋饼也切成片。这些都弄好后，全部按照程序摆在盒子中。黑菌斑风味的盒子透露出淡淡的腥酸味，正好中和了不新鲜的食材。全部摆好后，最后再在上面放上革纸，防止窜味。80岁的老爷爷为了早早的制作寿司，每天脸也顾不上擦，手也没时间洗，而这手指甲的泥恰恰见证了50年的工匠岁月。最后给寿司盖上盖子，然后一层层的摆好，再用木栓子卡好，就这样静止20分钟。趁这个时间再来制作散寿司。散寿司是日本寿司的一种变体，与传统握寿司和卷寿司不同，他们是将各种配料散放在米饭上，或者是和米饭混合均匀后食用。像江户前散寿司常见于关东地区，五木散寿司主要流行于关西地区，也就是老爷爷现在做的这种。把蔬菜萝卜切碎与米饭均匀的搅和在一起，再倒入酱油调色。做好后外观色彩丰富，也被称为玫瑰寿司或者是玫瑰散寿司。随后老爷爷又鼓捣起了传统的海苔寿司。别看老爷爷今年已经80岁了，但是在日本这个年龄段的老头里只能算是老壮年，因为还有很多90多岁的超高龄老人依旧奋斗在第一线呀。众所周知，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根据日本总务省2024年数据，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超过了29%，65到69岁的低龄老人占约5.8%，同时15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2024年已经降至60%以下，劳动力市场长期面临供给不足的压力。为了缓解这一缺口，日本政府通过政策引导高龄群体参与工作。这个时候不就有人要说了吗？日本不是有全民养老体系吗？但是要知道的一点是，普通老年人的养老水平难以完全覆盖生活需求，尤其在东京、大阪等生活城市更高的大城市，日本的基础养老金每个月约6.5万日元，合人民币3200余。虽然听起来不少了，但是日本的物价可也是出了名的高，如果仅依赖基础养老金，很多老人都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所以就使得很多像冈本这样的老爷子不得不继续工作啦。但是日本老年人工作的好处也不是一点没有的因为只要做的时间够长，最后基本都能落一个仙人的称呼。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是全球仙人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一原因，很多老头老太那都是玩命的工作，冈本老爷子呀就是其中之一。这时候他把刚才装在木模里的寿司拿出来，然后切成块，这样一份充满看不见霉菌的日本寿司就制作完成，可以等待顾客的品尝了。怎么样，看完这个视频，对日本仙人制作的美食还想不想来上一份呢？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